一样的作用，请看。我们在一起有2年了，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他对我特别好。现在这个社会本身压力就大，我找一个家庭比我们家好的，我感觉负担确实挺大。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他不想找一个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女孩交往，因为他会觉得有压力。但是我挺喜欢他的，我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我就把这事儿隐瞒了。我也挣扎过，毕竟感情也这么长时间了，但是他就花钱特别大手大脚，我特别接受不了。我对他好，我喜欢他，在乎他，那我就给他买东西。但是现在他突然之间就要说跟我分手，我觉得我喜欢你，在乎你，我对你好，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错，凭什么他说分手就得分手？我不能接受。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李25岁，来自天津，他的职业是酒店销售，学历大专；女主人公小青25岁，来自河北，职业是文秘助理，学历本科。来，有请2位。认识大概多久？2年多了，一开始都挺好的。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当时说过不想找一个家庭条件跟他不门当户对的。他说找一个条件比他好的，他觉得会有压力。好。所以当时我就隐瞒了一下，因为我觉得2个人挺有好感的，也挺聊得来的。比我们家经济条件太好的话，我感觉会有很大的压力。我觉得也差不多，就是。我父母不是做那个矿产生意的嘛，我也不知道家里具体是什么样，反正我是吃喝不愁的但我也不觉得有多好，他就觉得差太多。后来1年以后，他去了我家，知道了我的家庭条件，发现不一样了。在他们家门口的时候他跟我说可能很多我跟你当初说的事儿都会与你看到的不会太相符。他们家什么样他们家是那种2层的小楼，我们家是住的单位的宿舍楼然后里边的设备各方面我感觉比我们家庭强太多了。从他们家出来以后呢，他的各方面吧，就是对于消费这块然后发生了很多跟我之前格格不入的一种。他就总说我变了，总说我大手大脚，我是这么想的。我当时觉得他已经知道了我的家庭条件了，以前我们过得可能相对辛苦一点，我就是想给你买点东西，怎么了？男女朋友嘛，谈恋爱。他把我之前穿的一些衣服我都感觉还能穿，然后他就帮我悄悄的就扔掉，然后再帮我买一些其他的很贵的衣服。第1年的时候干嘛不给买啊？因为第1年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在意这个家庭条件这块，所以当时我就其实也给买，只不过是在我们那个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现他的家庭背景之后，等于他开始大手大脚了，是吧？对，有一次到宿舍的时候，我发现桌上面放着一沓钱，还放着一张银行卡。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告诉我，最近你工作也不怎么顺利，拿这些钱先用着，如果不够这个卡里面还有。当时心里是不是有点不舒服？特别不舒服。我当时心里头觉得特别不舒服，而且特别无奈。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后来还有一句话，可能我非常接受不了，因为我这个人本身有点大男子主义。他说什么？然后他说实在不行我养你呗。我那就是开玩笑。我特别接受不了他的父母跟他想法是惊人的相似，他父母甚至跟我说，以后你来这边让他爸给你找一个更稳定的工作，甚至你如果不工作的情况下，你也可以跟我女儿在一起，只要你对她好。父母的意思也不一定就代表我的意思，而且我根本都不知道。慢慢的各方面我发现他其实变化特别大。有一次他当着他的那么多朋友的面，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呢他说他想吃一个奶酪吧，然后我说咱们要隔壁超市买吧，但是他非常轻蔑的他就用那么一种语气说，他说我就要吃那个谁那家那个奶酪，然后你帮我去买呗，大不了我给你钱，你打车过去呗，一会儿就回来了。当时他的朋友们都在那儿，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在那儿笑而不语，我感觉他的朋友们当时没说话，但是我感觉已经比说了任何。你会不会太敏感？他就每一次我说什么，他都觉得我是好像你的家庭条件多好，你怎么看不上我？这说话什么的不给我留面子。可能这个敏感是因为他的欺骗，因为我当时很排斥的这种想法，反正充斥着一些自己个人的原因吧。这个很影响你们的感情吗？我觉得其实挺影响的，因为我觉得每天都跟我生气，什么都变了，做人处事啊这些，反正我感觉基本上都变了。有一次我们俩他开车出去，然后我俩走到4环的时候，他一个电话突然可能他有点事儿要走，然后我下了车以后呢，我就随便的说了一句，我说走到这儿了，你说我该怎么回去呢？然后他就突然拿出一沓钱来，他说行，赶紧打车回去吧。你是不是就感觉钱能办到一切的事儿啊？
我不知道你包括打个洗脚水，你都这样，真的洗脚水也给钱啊？对，他让我打洗脚水的时候，很无意间的就暴露出来的他那种想法。然后他跟我说什么？他说：“给我打洗脚水吧，亲爱的，大不了给你小费呗。”你是感觉有小费就能指使得了我就跟你在一起都不能说话了是吗？我只要说话就全都是错。我觉得这都是情侣之间正常的开玩笑，你怎么就总那么看我呢？但是开玩笑，你有必要什么玩笑都带上钱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小静，你是不是从心里特别喜欢他？嗯。你愿意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吧？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越不想要，我越想给他买。这可能也跟我之前的那个感情经历有点关系吧。我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一开始都挺好的，但是后边他知道了我的家里边条件了，知道了以后他就各种的跟他的朋友什么就炫耀，然后整天跟我要东西，完了甚至后边发展到那个他的朋友都找我借钱，借完钱就没影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怎么一开始怎么就看上这样一个人，我就觉得他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不要我就更想给他买啊。你买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售货员是怎么看我的吗？他们都在说，他们都会笑着，你总是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他们笑着都会当着咱们的面说啊，你看你找了一个多好的媳妇儿啊。但是你知道人家心里都是怎么想的吗？人家就这么想的，就是媳妇儿挺好的嘛，对你。就因为这些事儿就非得一定要分手吗？如果他就说从今往后他不再这样了。他就是按你的要求去生活，但是他可能吗？我一次一次原谅他，我一次一次相信他，但是他一次一次的骗我，而且一次一次说了改又不改啊，我还能相信他吗？所以你提出分手是吧？对，我必须分手。你今天是想挽留他对吗？嗯。看看老师们怎么帮你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先和女孩说吧，可能你很委屈，你觉得有钱有错吗？爱他有错吗？有钱没错，但是用钱替代爱就有错了。爱他也没有错，但爱的跋扈你就错了。其实你不懂得如何去爱他，比如说给他买各种高档的东西，但他要的是这个吗？包括你父母对他的态度，更像是父母为了满足一个溺爱的孩子，给他买一个玩具。可恰恰你这个男朋友他是有志气有想法的一个普通的男人。他并不想去靠在金山上吃软饭，而你对他这种爱的方式践踏的他的自尊，所以你一定要提升自己对金钱的一种认知，对感情的认知。男孩，首先呢，我很支持你靠自己打拼，有志气，有自尊，但是过于自尊，其实背后隐藏的就是自卑。我只是不想把爱情跟钱并在一块儿谈。你说是这么说，但是你恰恰把它搁进了你的爱情的标准。甭管钱对爱情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你都是要把钱放到了爱情里。如果你看上的是这个女孩这个人的话，那么对钱你就抱一个平常心。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在一块儿，靠自己的能力跟实力，自己辛辛苦苦的打拼，然后创造一番事业的话，我会感觉很珍惜这段感情。这个没问题啊，我能理解。其实你还是一种自卑。他之前之所以欺骗你，那不是目的，那只是手段，因为他喜欢你这个人，这点你要是理解的。他有他的背景，他有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如果你接受不了，永远接受不了，那你其实可以跟他说再见，但千万不要以这个为理由去伤害他。小李，不知道之前你爱他吗？你挺爱他的吧？对呀，对，我认为这个故事挺难得的，而且两个人的爱情要浪漫。比如说你说啊，他打洗脚水给你小费，他就是开玩笑，因为他在调剂浪漫。有时候开这种小玩笑没什么，你要觉得不舒服，你俩以后 AA。如果你俩彼此相爱，你花你的，你花你的，就舒服了吧？大家都觉得麻雀变凤凰啊、罗马假日啊这些电影特别浪漫，其实真的要时间一久之后，会发现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那个小李啊，那男孩啊，我觉得你不要装可怜，就老口口声声说你一次又一次的骗我，你一次一次又欺骗了我，人家没有伤害你。确实就伤自尊这一点我承认肯定是有。很多人以为啊，两个人的条件差异可能只是金钱的区别，不是的。两个人之间的条件的差异，它带来的是心理上的落差，是生活方式的落差，是看待事物的落差。他可能要为之奋斗10年20年的东西，你一生下来就有了，所以你根本就不看重这些东西，你甚至会鄙视那些人要为这些东西去奋斗。但是
得到这个东西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奋斗的过程。愿意这么去奋斗，这个心气神，这个精神，是一个男人很难得的东西。你现在缺乏对这种精神的尊重，家里有什么都是外在，关键在于你会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在奋斗什么，这个很重要。有了这个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人，不然的话就是寄生虫。我也有工作，对，我现在是在做，我知道，但是确实就是在你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你表达出来的这个意有这点趋向，这是不好的。两个人在一起是生活方式的结合，不能融洽出矛盾，不行，谈崩走人。能融洽才能够在一起，才能够结婚，才能够生活。你父母对他的态度，我相信是有的。我年轻的时候，人家给我介绍对象，他父亲是房产公司的老总，特别有钱，女儿跟我特别聊得来。然后去见他爹的时候，他爹看着我的样子就是，我知道你是为钱来追我女儿的，但是无所谓，只要你对我女儿好。非常的不好，这种话特别刺伤人。我觉得刚才徐总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就是两个人相爱在一起，一定要有独立的事业。我偏向于支持他这一面。我觉得你不是应该把他拉去过你的生活，而是应该把你拉去过一下他的生活。你虽然已经过了1年了，但我觉得这日子过得不够，你的独立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你应该尝试一下能否脱离你的父母，去过一下你们两个人真正的小日子。别以为你口袋里有钱，穿着名牌，别人就真的尊重你。尊重你的唯一方式是这些钱是你自己挣的。当陆琪说那番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发的那条微博，我说当有些人一出生就有的东西，我们要为之奋斗几十年才拥有，但有一样东西你一辈子都不会有，那就是我们曾经一无所有。当时马上就有人跟帖说你这是嫉妒，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有一句话当出现问题的时候经常说，那便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真正操作起来会暗暗地呈现出某些人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有兄弟俩，老大夫妇下岗没钱，老二开公司，有一天父亲病了，于是开家庭会议，老大满脸愁容地说，我没钱，老二医药费都你出了，我可以出力，我来照看父亲。老二说没问题啊，医药费都我来出，而且你在医院护理的这些吃饭的钱打的的钱都给我报。这个家庭会议开得非常圆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派和谐景象。但是过了一阵子就出现问题了，老大开始埋怨，老二你以为你扔了几个钱就可以不来看爸了吗？这不是你的爸吗？于是老大呢就说，反正是我在照顾，那索性我就什么都往里面报销。这个时候老二心里也痛苦了，这难道这爸不是你的爸就光是我的爸吗？我出了医药费也就算了，你居然什么钱都拿来报销。后来两人就做到了极致，老二就跟老大说，你别照顾了，不需要你照顾，我请护工。然后老大就说，护工能跟我比吗？儿子毕竟是儿子，护工毕竟是护工。我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其实爱情也是如此，在爱情的初期，双方基本上都是在出力出感情，没有触及到现实问题。而一旦到婚姻了，或者是快要结婚了，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出现了必须要用钱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出现了选择。而有选择就会有痛苦，没有力的只能出力，他没钱出。而有钱的就可以选择，我到底是出钱还是出力。就比如说你，金钱真的是可以弱化一个人爱的能力。财富使每个人对于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他认为给你烧锅粥，给你这个端水送饭，我就是爱你。你认为什么？我爱你就是可劲儿的给你花钱，我给你买好的，我就是爱你。你怎么没有想到，如果真正爱一个对方，要把自己的爱真正沐浴到对方的内心深处的话，不是金钱可以表达的，而是要真正的自己点点滴滴做出来。而男方也恰恰是如此，你从最开始你所定的标准就是，我绝对不找家里富裕的女孩，
过于的重视金钱的标准，那就是你过于自卑。有钱没有什么错，我也想有钱。有钱有什么不好？有钱不做恶事，有钱不拿去鄙视别人，有钱不拿去砸别人，有钱有什么不好？倒是那些脑袋里面想着钱，嘴巴上却视金钱如粪土的人，那才叫无耻和阴暗。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放下你的身段，放下你的敏感，否则的话，今天算了，拜拜，就这样。人生啊，别仇视财富。我觉得我们现在最缺的并不是钱，很多人缺少的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人格，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有信仰的一个价值观。这个事儿说白了就很简单。小李，我跟你说，我是你的话，我挺高兴的。他用他的方式来爱我，我用我的方式来爱他，我没觉得什么，我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小白脸，我不会觉得我在出卖什么。因为其实在人格上人是平等的。我真觉得你也缺少一个独立人格的培养，你也差点意思。其实真正在使用财富的是谁？是人呢。如果你这个人有了问题了，这个财富一定会起变化。当你是一个人格完全完整的人的时候，其实财富在你手里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为什么你们俩我们都在说了那么多，一直在说？因为确实我们现在年轻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部分的价值观丢掉了，失去了。包括因为我们父母对孩子的过分的爱，而忽视了让孩子自己去闯，所以我们丢掉了很多东西。没有关系，都可以调。你要放下的是那点自卑，你要放下的其实很简单，迁就这个男人。还是那句话，我们不因为有财富而耻辱，我们耻辱的是我们挥霍了财富，我们把财富变成了贴在我们脸上的一层金面子。仔细想一想，每人的1分钟，我希望你们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告诉对方在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地位。来，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我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喜欢你，但是可能会发生了很多的事儿吧。然后每一次说完为了我你什么都会改这样的话之后，你有多少想去做这个事情？你表现给我的东西呢，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有见你改变的意思。你觉得一个人的耐心有多少？一个人的相信程度有多少？你还让我怎么去相信你？我真的会改的。你这句话已经说过不只是5次10次了。那就因为这些，我们在一起2年了，就这么散了吗？其实我也不舍不得，但是我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你也知道。我肯定改。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现在的这个想法。你较什么劲呢？你又较什么劲呢？为什么要为一个男人改变自己啊？回吧，2位，回吧。来，请关门。曾几何时啊，财富变成了爱情的一个障碍了。各位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你会接受一个爱你，但是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好，还没有弄清楚财富是一件怎么样的事儿的异性，你会接受这个人吗？接受就是赞成，不接受就选反对。来，各位请选择。现场有 59.26% 的朋友说我们还是接受吧。这个数据 40.74% 的朋友说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爱情是个太个性的东西。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来，一起数5个数，来，5、4、3、2、1，请开门。跟他说再见吧。可能是我表达方式有问题，但我真的会改的。我知道我可能
没有那么顾及他的感受。我很少说别人这样分开就心里面不纠结一下，但是我今天心里面真的一点纠结都没有。我是觉得如果勉强，所谓做改变，一个人怎么可以改变他20年来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他无法改变。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如果你坚持自己，不去以父母的财富为荣耀，自己去创造财富，我觉得还有更好的爱情等着你。也许就是一个小伙子再回来，不要去改变自己。谢谢你。